哥，我给你捡了个媳妇，能不能看在这个份上，以后少打我？周七年从混沌中醒来，环顾四周，全然不是他前世住的大平层。床边站着4岁的妹妹周穗安和一个陌生女人，两人瘦弱畏缩，明显长期营养不良。就在这时，不止于他的记忆涌入脑海，原神与他同名，父母在，留下100块钱和年幼的妹妹。可原神是个富人，不仅挥霍家产，还虐待妹妹，比他小年纪就操持家务。周七年心中怒骂：畜生啊！他看向妹妹，虽瘦小却显美人坯子，暗下决心要将她养得白白胖胖。接着目光落在那女人身上，苏晴雪隔壁村的村花，也是他名义上的娃娃亲对象。原生曾拿这事四处吹嘘，苏晴雪父母双亡，被谣传继承巨额遗产，引来觊觎与排挤。走投无路之下，他只能来投靠周家。周继年上下打量着他，真他妈好看。他前世是特种兵，因职业特殊，3段感情皆因聚少离多告终。如今一睁眼竟有貌美未婚妻送上门，简直像做梦。哥，周虽然小声唤他，眼神里满是恐惧。周七年勉强一笑：怎么了，安安，饿了吗？妹妹震惊的瞪大眼睛。哥哥不仅叫我安安，还关心我是否饿了。昨晚爸妈托梦打了我一顿，说再欺负你，他们就保不了我了。苏晴雪虽听过他的恶名，但自己也是流言受害者，反而最愿意相信他会变好。启年哥，我是真心想当你媳妇，我会做饭、洗衣、缝补。他语速飞快，生怕被拒绝，毕竟周家本就困难，再多一张嘴吃饭，谁会愿意？周启年下床时一阵眩晕，宿醉加身体亏空，让他差点摔倒，幸被苏晴雪扶住，两人胸膛相贴，柔软触感让他心跳加速。这是这样的感觉。他强压冲动，轻嗨一声：“没事，谢谢你。”随即认真道：“你要当我媳妇，我当然同意。以后我会努力赚钱，让你和安安过上好日子。”以原身的名声，百里内哪还有姑娘肯嫁？能把他这样一位温柔貌美的未婚妻，他简直像中了大奖。眼下最急的是生计，父母留下的钱已被花掉一半。正思索间，屋外突然传来惊叫：“野猪来了，快跑啊！”大家先跑，我有猎枪。老王，我来帮你。混乱中，周七年迅速判断局势，叮嘱苏晴雪和周穗安待在屋里，谁敲门都别开。苏晴雪认真的点点头。周七年出了屋子，四处打量一番，家里穷的就剩基本家具了，最后还是在角落里翻出一把有些生锈的柴刀。此时周七年灵光一闪，目前是70年代，打猎还没有被禁止，有些家庭还可以靠打猎为生。凭我的能力，打猎岂不是手到擒来？决定了以后的赚钱方式，周七年走路的脚步都轻快了许多。村民看到他就开口道：“年娃子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快回家，别一会儿被野猪伤了。”就是这里有我们在，你就别来捣乱了，赶紧回去。你拿一把生锈的柴刀干什么？别搁那儿瞎胡闹。周七年看向了为首的中年男人：“王叔，我是真心想来帮忙的，不会捣乱。况且我也是和全村的人，怎么能当缩头乌龟呢？”王建国张了张唇，最后也没有拒绝。这孩子愿意变好是一件喜事。行，你就躲在我的后面，别逞强。王建国冲着大家吩咐。闯进村子的野猪应该是被山上的野狼给生了，一时跑错了路才来到村里，能杀死自然最好，但是大家一定要以自身安全为主，赶走就行。突然，有人指着角落里的小男孩惊恐地说道：“那不是狗蛋吗？怎么在的？”所有人脸色一变，却又不敢大声吼小男孩，生怕对方也为恐惧吸引到了野猪。狗蛋自己也察觉到了气氛的不对劲，大哭了起来：“奶奶，你在哪儿？”哭声吸引了野猪的注意力，眼看着野猪蓄势待发，要冲向狗蛋，王建国也顾不得太多，直接端起猎枪朝野猪射击，一枪打在了野猪的大腚上，反而激怒了野猪。野猪转头就冲向了王建国，有人趁此机会跑过去抱走狗蛋，而王建国也为猎枪的后坐力半边身子发麻。王磊连忙抱着自己爸滚回边境，众人四散逃开。危急关头，周其年拾起猎枪，冷静连开3枪，迅速命中野猪头，突然倒地，全场震惊。那个曾被全村唾弃的酒鬼，竟能3枪毙野猪。王建国上前劝野猪彻底死后，忍不住惊叹：“好小子，后生可畏。”呵呵，可能我运气好吧。这头野猪是年娃子一个人打的，所以猪肉都归他，大家没意见吧？寒冬将至，谁家不盼着顿点荤腥？我同意，要不是年娃子，狗蛋恐怕就没命了。一天天的，竟不让我省心。周启年没有说话，他知道在场的村民恐怕除了王建国3人，就没有对这件事服气的。老王，不是我不感谢年娃子，问题是这马上过冬了，大家都得囤粮食。
况且又不是没出力，大伙可都是听到动静后拿着家伙出来了。刘翠花素来破了难缠，无人愿意。刘翠花，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刚刚就属你跑得最快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那野猪来了，我不跑。再说了，野猪进了村子，可是把我家孩子吓了一跳，这不得给我分点肉补偿一下？有了这个突破口，其他村民也开始嚷嚷起来。对呀，王叔，这野猪把我家一小块的都踩坏了，要是不分我一点肉，冬天我可怎么过啊？还有我家墙也被撞，我那一片菜地都被野猪给糟蹋了，要点肉又不过分。就是我当家的跑的是最快的那个，怎么也得给一块肉吧？我就不信王建国真敢为周其年得罪全村。周其年不愿王建国为自己树敌主动开口。王叔，就将这野猪分了吧，我家里人也不多，一头野猪放在那儿也是浪费。我要一块肋骨和2条后腿就行。他凭啥挑最好的？我家利民也出了力。你够了，猪肉都应该让年娃子拿，你不乐意，人家年娃子就拿了少部分，你现在还是不行。你到底知不知道野猪是谁杀的？是他杀的又如何？如果没有大家帮忙，他一个人能杀得了吗？小磊，这枪是你的，你就这么甘心看着人家用你们的枪杀了野猪之后，将野猪肉全部占了？王建国气得大喘气，恨不得将刘翠花的嘴给封上。那不是隔壁村的灾星吗？怎么出现在这里？他来找谁的？别一会将霉运传给我们村，真晦气！该不会今天突然出现野猪，就是因为这个灾星吧？其年哥，我看你一直没回来，有些放心不下。你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。你不是隔壁村的那个苏晴雪吗？怎么来到我们村了？早就听说你克死了你爹妈，没想到你今天来我们村，就给我们村子里招来了野猪。赶紧离开我们村！年娃子，刚刚听这个女人在找你，该不会你们之间有什么关系？大冬天的还穿那么少，肯定不是什么正经人。看看她那腰，估计恨不得在男人面前给扭断，真是个贱蹄子，有了男人都不安生。刘翠花，你今天早上出门前吃屎了，嘴这么臭，还是说你自己管不住男人，所以见到一个比你好看的就要造谣？瞎说什么呢？要不是看在同村，我才不会提醒你，小心以后戴了绿帽子，我还不是你的。不劳你费心，你还是多担心你家男人老来得子比较好。年娃子，你放心，这猪是你打死的，你想怎么分就怎么分。今天我就在这里放话了，谁敢再乱嚼年娃子的舌根，就是和我作对。之后，周其年用刀砍下一个后腿，一些排骨和五花肉。我就要这些，剩下的你们自己分吧。两人回家，周虽然恰好从屋里出来，看到了周其年手里的猪肉。刚刚那头野猪已经被我解决了，这是分的肉。我那个整天除了喝酒和睡觉的哥哥去哪儿了？安安，我已经想通了，既然我现在有了媳妇，还有你，那我肯定不会像之前那样颓废。我知道让你相信很难，但哥哥一定会好好表现的。今天晚上吃排骨。可是马上要冬天了，如果把排骨现在就吃了，到时候冬天怎么办？没事，我明天找王叔借下猎枪就出去打猎。放心吧，以后有我，不会饿了你们2个。很快饭菜就做好了，周其年又拿了2毛钱去找六婶子，想换些馒头，结果直接被连塞了6个馒头，还1分钱都不要。哥，你是去抢劫了六婶子家吗？这样不好。你哥还不至于落魄成那样，是六婶子感谢我救了他家狗蛋送给我的。等我打了猎，换了钱，就去镇上买点米面。周其年回想起周岁安以前都是靠上山采野菜和摘野果填饱肚子，周其年就一阵后悔。安安，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单独上山，哪怕是为了摘野菜也不行，只能在山脚。家里没菜怎么办？安安，家里有我和你哥哥，现在你要做的只有健康快乐的长大，吃穿住行，我和你哥哥会想办法的。一日，周其年提着那块后腿肉找到了王建国。年娃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那些肉不够？周其年掂量了一下手中的肉，示意对方自己不是来要肉的。放心吧，王叔，家里的肉够吃，我就是想借你的猎枪去打个猎。你也知道马上冬天了，家里的棉被不够，棉衣也不够，还是得找法子赚钱。进屋说，年娃子，叔是个认真的人，之前也听到过不少关于你的事，今天你告诉叔，你是不是真的想变好？王叔，之前是我太过混账，昨天我睡觉的时候被我爹娘打了一顿，他们说我再不好好照顾妹妹，等我死了就到下面去收拾我。况且我现在可是有媳妇的人，怎么可能还会像之前那样混账？好，你小子也是开窍了，果然有了媳妇的就是不一样。这猎枪我可以借给你，但子弹需要你花钱买，我可以按最低价格给你。
周启年想起自己家里仅剩的那点钱，打起商量来。那我可以用猎物来交换吗？今天我先赊着，等我打到了猎物，就按照市场最低价格交换。王建国一口答应，这样还省得他自己亲自出去打猎。昨天我看你的枪法不错，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，尽管问我。虽然我比不上那些战功赫赫的将军，但基础还是不错。年娃子，今天我相信你，可我不希望你是在欺骗我，所以你最好是真的改过自新。周启年发了个毒誓，吃下这颗定心丸后，王建国放心的将枪和子弹交给周启年。你小子可得注意点，我家就2把猎枪。周启年笑了笑，将后腿肉交给王建国。王叔，这个你收下吧。这怎么行？王叔，这肉不是给你的。你小子什么意思？这是我孝敬婶子和王磊哥的，跟你这个当家的没关系。你这滑头，这肉我收下了，算我婆娘和儿子欠你个人情。周启年朝后山走去，很快他在一处灌木丛边发现了一串梅花状的蹄印。袍子。周启年顺着蹄印放轻呼吸，像个幽灵一样在林间穿行。半个小时后，他在一处山涧边停下了脚步。前方不远处的草地上，一头半大的狍子正在低头饮水。他俯下身，利用地形的掩护，周启年移动到了一个绝佳的射击位置。周启年缓缓举起猎枪，对准狍子的脖颈，子弹精准地钻入了狍子的脖颈。确认没有其他危险后，周启年才站起身，朝猎物走去。当周启年扛着一头完整的狍子回到村口时，整个和田村都炸了。那不是年娃子吗？我的个乖乖，他肩上扛的是啥？是狍子吧？他上午才借的枪，这就打着了。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站住！周启年，你小子长本事了？有事儿？哼，事儿大了！这山是咱们全村的山，山上的东西就是咱们全村的。你一个人打了这么大个狍子，就想独吞，门儿都没有。山是全村的，没错。枪是我借的，子弹是我拿肉钱抵的，力气是我一个人出的。我问你，这狍子跟你刘翠花有1文钱的关系吗？你这是不讲道理！昨天那头野猪你还知道分给大家，今天怎么就翻脸不认人了？昨天是昨天，今天是今天。昨天野猪闯进了村子，伤了人，毁了庄稼，那是全村的祸事。我杀了猪理应分给大家押金。今天我进山打猎，养家糊口，这是我周启年一家的私事。刘翠花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凭什么管我的私事？我这是为了大伙着想。为了大伙？你们谁也想分一杯羹的，现在可以站出来。我周启年把话放这儿，今天这狍子谁敢伸手，我就敢把谁的爪子给剁了。村民们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没人敢出这个头。你这是仗势欺人！我气的就是你这种搅屎棍！你有意见可以去跟王叔说，看他怎么讲。好你个周启年，你等着，我看你能得意到什么时候！刘翠花撂下一句狠话，灰溜溜的走了。哥，苏晴雪没说话，只是快步走上前，确认他没有受伤。我没事。周启年把肩上的狍子往下一放，咚的一声闷响，砸在院子的泥地上。哥，这就是狍子。运气好，一枪就撂倒了。启年哥，这么多肉，咱们怎么放？没事，我来处理。周启年抽出腰后的柴刀，在磨刀石上刷刷的磨了几下，蹲下身开始处理那头狍子。这批能卖个好价钱，这些用盐腌起来，挂在屋檐下风干，能放很久。周启年又挑出一些肉和几条排骨，这些咱们今晚吃。周穗安听到吃字，忍不住咽了口唾沫，小肚子不争气的咕噜叫了一声。馋了？以后让你天天吃，剩下的这些内脏也不能浪费，洗干净了，明天我拿到镇上去，看能不能换点粮票或者油。苏晴雪默默地蹲下身，开始清洗那些内脏，动作麻利。今晚我来做。周穗安抱着个小板凳坐在灶台前，小鼻子一个劲的嗅着，口水都快流下来了。吃吧，多吃点，你们俩都太瘦了。哥，你也吃。启年哥，谢谢你。一家人说什么谢？周启年顿了顿，又补充了一句，像是在承诺。以后我们顿顿吃肉。苏晴雪的眼圈红了，她低下头，用很轻的声音应了一声。周启年看看四周，那么现在问题来了，这屋里就一个炕，怎么办呢？周启年抱着一捆稻草从外面进来，放在了炕门的墙角。你带安安睡炕上，那你呢？我睡这儿。不行，这地上多冷，会生病的。我一个大男人，火力旺，冻不死。那我去睡地上，你和安安睡炕上。周启年眉头一皱，声音沉了下来。上去，你们俩睡炕上，我一个男人睡地上怎么了？就这么定了，赶紧睡。苏晴雪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五味杂陈。第二天，周启年把昨天收拾好的东西用麻袋装好，准备拿到镇上的收购站去。启年哥，你要出门？去趟镇上，把这些东西处理了，换点粮食回来。你在家看好安安，把院门锁好，
谁来也别开，等我回来。知道了。1个多小时后，他到了镇上。周启年凭着原主的记忆，径直走到了镇子东头的收购站。同志，收东西吗？狍子皮，还有一副下水。收购员站起身，让周启年把东西拿出来。嘿，好皮，小伙子，手艺不错啊！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了几个不阴不阳的声音。哟，这不是周家的那个酒鬼吗？怎么着，改行当猎户了？为首的叫苏大头，也是苏晴雪的堂兄弟，长得人高马大，一脸横肉。他身后跟着2个瘦猴似的青年。行啊，长本事了。这是从我们苏家山头打的吧？按规矩得见者有份。周启年终于抬起了头，眼神冷得像冰。你的手不想要了？苏大头恼羞成怒，仗着人多就要发作。你他的跟谁横呢？你们苏家的山头，这后山什么时候刻上你苏家的名字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打猎凭的是我自己的本事，你们算个什么东西？也配来分一杯羹？收购站那中年男人一看要打起来，连忙出来和稀泥。哎，有话好话说，别动手，别动手！苏大头身后的一个瘦猴尖着嗓子喊道：“跟他有什么好说的？他娶了我们村的灾星，现在肯定也一身晦气，指不定这狍子就是自己撞死的，让他捡了个便宜。”就是苏启雪那个贱人，克死爹，克死娘，谁沾上谁倒霉。周启年，你也是个糊涂蛋，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去捡个破鞋。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我就不放干净，怎么了？那个灾星！苏大头抱着自己的手腕，发出杀猪般的惨叫。啊，我的手断了！周启年甩了甩手，眼神冷漠地看着在地上打滚的苏大头。我刚才提醒过你，你敢打人？我要去报告公社。中年男人看着周启年，眼神里多了几分敬畏。小伙子，这同志，麻烦你给估个价吧。狍子皮品相极价，8块钱，下水1块2。可以，一共9块2。周启年接过钱和几张布票，道了声谢，转身走了。周启年揣着钱，心里盘算着要买的东西：米、面、盐、油、布，这些是过冬的必需品。随后，周启年去供销社买了盐、玉米面、高粱面、5尺粗棉布、2斤棉花。当周启年扛着一个大粮袋，手里还提着棉花和布料回到村口时，又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。年娃子回来了！我的天，他扛的那是粮食吧？得有几十斤。他哪来的钱和票？刘翠花从人群里挤出来，看着周启年手里的东西。周启年，你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把狍子肉都卖了？我就说你小子不安好心，昨天分肉装大方，今天就把好东西拿去换钱自己享受，你对得起大伙吗？我卖我自己的东西，换我自己的粮食，关你屁事！我警告你，刘翠花，别再来惹我，再有下次，就不是互相撂几句狠话那么简单了。我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！刘翠花吓得脸都白了，灰溜溜地钻回了人群。周启年重新扛起粮袋，大步回家。哥，启年哥，这都是你买的？周启年从口袋里掏出那10块用糖纸包着的糖，递给周穗安。给你的。周穗安小心翼翼地接过，剥开一颗放进嘴里，甜。周启年又把布和棉花递给苏晴雪。天冷了，给你和安安做2件厚棉袄。启年哥，这得花多少钱？钱是王八蛋，花了还能赚。人冻坏了，可就什么都没了。苏晴雪转身就回了屋里，找出了家里仅有的一把剪刀和一根竹尺。安安过来，我给你量量尺寸。周启年转身走到院子里，借着月光把昨天腌上的肉条又重新挂好，调整了一下通风的位置。看，周家扯新布了。那不是年娃子昨天从镇上带回来的吗？还有那挂着的肉条，乖乖，起码10几斤吧。这小子真是转性了。刘翠花瞅准了院子里只有一个女人一个娃，胆子顿时肥了起来。哟，这不是苏家的大灾星吗？怎么着，攀上高枝了，这就做上新衣裳了？苏晴雪站起身，把周穗安护在身后。刘婶，我们家做什么，好像不关你的事。不关我的事，你住的是我们河泉村的地，吃的也是我们河泉村的井水。你一个外来的灾星，把我们村的风水都搞坏了，真是好命啊！苏晴雪，克死爹娘还能有新衣服穿？你胡说，我爹娘是生病死的，不是我克的。谁知道呢？反正你一进门，周启年那小子就像着了魔，又是打猎又是买东西，我看啊，周家这点家底迟早要被你这个扫把星败光。刘翠花说着，竟伸手就要去扯那块亮着的布。这么好的布给你穿，真是糟蹋了。你别碰，不准你欺负我嫂子，你这个坏女人！小兔崽子还敢骂我，看我不好好教训教训你们这2个没人要的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冰冷的声音从门口传来：“你动他一下试试。”周启年，我昨天说的话，
你大耳旁风了？我就是路过，跟晴雪侄女说几句话。我怎么看着你是想动手啊？刘翠花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滚出我的院子！以后你和你家的人要是再敢靠近我这个院门10步之内，我就让你家男人再也直不起腰来。你滚！安安不哭，哥在呢，以后谁也不敢欺负你了。他打你了？苏晴雪摇了摇头，以后再有这种事，不用跟他废话。你是我周启年的媳妇，这个家你说了算，谁敢对你不敬，你就拿扫帚打出去，打不过就等我回来，天塌下来由我给你顶着。周启年的话不带任何华丽的辞藻，句句却像锤子，重重的敲在苏晴雪的心上。我去一趟王叔家，答应了用猎物抵子弹钱就不能赖账，做人得讲信用。咱们家现在穷，什么都没有，就剩下这点信用了。要是把这个也丢了，以后就真没人看得起咱们。那你早点回来。在家锁好门，别怕。周启年拎起那包沉甸甸的肉，王建国正坐在院里的小马扎上，用一块油布仔细的擦拭着他的另一把猎枪。王叔，年娃子来了，这是……王叔，我来还子弹钱。不急，你家现在正是困难的时候，这点东西留着给娃和媳妇补补身子。你那几发子弹先记着账，啥时候宽裕了再说。王叔，一码归一码，说好了用猎物抵，就必须用猎物抵，这是规矩，不能坏了。这小子有种，是个讲究人。王建国把肉递给王磊，拿进去，让你娘收拾收拾，晚上给你炖了吃。年娃子，进屋坐，喝口热水。不了，王叔，家里还有人等着，我得早点回去。行，那你路上慢点。以后山里有什么事，或者家里缺什么东西，直接来找我。谢谢王叔。周启年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周启年没有进山。嫂子做的衣裳比镇上供销社卖的还好，你喜欢就好。苏晴雪又把另一件棉袄递给周启年。启年哥，你的手艺不错。周启年看着他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衣，你的呢？不够了，等以后再说。你先穿着，我火力旺，不怕冷。不行，这是给你做的，哪有我穿的道理？我让你穿你就穿，这个家你说了算，但这件事我说了算。傍晚时分，院门被人轻轻敲响。谁呀？晴雪啊，我是六婶子，年娃子在家呢。六婶，有什么事吗？没事，我就是过来看看。那天多亏了你，不然我家狗蛋就家里也没啥好东西。这是刚从鸡窝里掏出来的几个蛋，你给娃补身子。六婶，这使不得我是救了狗蛋，但上次已经白拿了你们家的鸡蛋和馒头，已经够了。六婶子急了，把篮子硬塞进苏晴雪怀里。你们家现在正是需要营养的时候，我这老婆子吃不吃都一样，你要是不收，就是看不起我。话说到这份上，周启年就不好再推辞了。六婶，鸡蛋我收下了，这点肉你拿回去给狗蛋。这可不行，我哪能要你家的肉，金贵着呢。鸡蛋也金贵呢。婶子，你要是不拿，那我这鸡蛋也得还给你。那婶子就占你便宜了。年娃子，婶子多句嘴，你家这日子刚有好转，可得防着点人。村里那刘翠花最近嘴巴可不干净，到处说晴雪丫头是扫把星，说你家这好运都是暂时的，早晚得被她败光。你多个心眼。我知道了，谢谢婶子提醒。你们好好的就行。六婶子说完，挎着篮子快步走了。齐年哥，刘婶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。嘴长在别人身上，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但是这个家有我在，就没人能欺负你们。天刚蒙蒙亮，苏晴雪就醒了。齐年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天这么冷，会生病的。没事，我练练，不这么练，这身子骨太弱，进了山扛不住。锅里有热水，我去给你端。不用了，我今天要进山，你就在家待着，哪也别去。我要去河边洗衣服，等我回来洗。那怎么行？你是男人，哪能干这个？再说衣服放久了就不好洗了。那好吧，你早去早回。有人要是嘴巴不干净，别跟他吵，回来告诉我。我知道了。苏晴雪穿着那件崭新的棉袄，在村子里显得格外扎眼。哟，这不是苏灾星吗？穿上新衣裳了。这料子看着就齁死，得花不少钱和布票吧？周家那小子真是昏了头了，有钱不知道攒着，全花在这扫把星身上了。刘翠花看见苏晴雪过来，又开始阴阳怪气起来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苏晴雪，你这身皮穿着不扎得慌吗？可不是嘛，人家现在是猎户家的娘子了，跟咱们这些土里刨食的不一样。
就是这衣服料子比我家过年给孩子做的还好呢。苏晴雪把木盆放在地上，没理他们。哑巴了，让我瞧瞧，这是什么好料子，能把你这个灾星衬得跟个人似的。刘婶，请你放尊重些。嘿，你还敢跟我横了？我嫁给了周其年，就是周家的人。我穿的衣服是我男人花钱给我买的，跟你刘翠花没有半分钱关系。你管天管地，管得着我们家里的事吗？还是说，刘婶你就是见不得别人家过得好？我呸！你们家那叫过得好？一个酒鬼，一个灾星，还有一个拖油瓶，我看你们家早晚得完蛋。我今天就替周家那死去的爹娘教训教训你这个狐狸精，让你知道我们河泉村的规矩。此时王磊的声音从远处传来：他家的规矩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立了？你个小兔崽子，要帮着外人欺负自家人。齐年兄弟现在是咱们村的功臣，苏晴雪就是功臣的家属，你在这欺负他，是想干什么？是想让咱们村寒了人心吗？我没有。再让我看见你仗着自己年纪大，在这欺负人，我就把你男人那点破事写成大字报，贴到公社门口去。周其年回来的时候，苏晴雪正在院子里晾衣服。洗完了？周其年看到苏晴雪不高兴的样子，走到她面前。发生了什么事？苏晴雪把河边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。周其年听完，拿起旁边的斧头，走到磨刀石边坐下。其年哥，王磊说的对，光靠拳头堵不住所有人的嘴。今天有王磊，明天呢？后天呢？靠别人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有些人你跟他讲道理没用，打他一顿也没用，因为他的根是烂的，他的嘴是臭的，只有把他的舌头拔了，这个世界才能安静。其年哥，你别乱来，为了那种人不值得。我没说要乱来，别怕，从今天起你只要安心待在家里，做好吃的，做好看的衣裳，外面的事都交给我，我保证刘翠花这张嘴再也吐不出半个脏字来。你在家待着，锁好门。说完，周其年头也不回的走了出去。天色已经擦黑，刘翠花和她男人张铁正在院里吃饭。那个小王八蛋王磊，仗着他爹是支书就敢给老娘甩脸子。还有那个苏晴雪，小贱人，穿了件新衣裳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，还敢跟我顶嘴。行了，少说两句吧。今天在河边，你还不嫌丢人？我丢人？我那是为了谁？要不是看周其年那小子最近能耐了，能弄回肉来，我犯得着去搭理那个灾星？我是想给你探探路。张铁刚想再说什么，话卡在了喉咙里。周其年，你想干啥？光天化日的，你还想动手打人不成？周其年停下脚步，没看张铁。我今天不打人。我听说你这张嘴今天在河边很热闹。我没说啥。你骂我媳妇是灾星，是狐狸精，还说要替我死去的爹娘教训他。你刘翠花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提我爹娘？张铁见状，超级墙角的扁担横在胸前。周其年，你别太过分了，有话说话，别动手动脚。张铁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。我问你最近去临县的黑市，生意还好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上个集，你偷偷卖了2双自己做的胶底鞋，1双1块5，对不对？上个集，你从临县倒腾回来10尺的凉布，转手就卖给了公社的采购员，挣了3块钱差价，没错吧？你血口喷人！你这行为说轻了是钻空子牟利，说重了可就难讲了。真要查起来，轻则公开检讨，重则我来之前还在犹豫，是现在就带你去说明情况，还是等你们先吃完这顿饭？毕竟接下来的日子未必还有心思好好吃饭。刘翠花反应过来，哭着就跪了下来。当家的，你快跟其年侄子说说好话，咱们不能去公社啊！其年兄弟不，年哥有话好说，是我家这婆娘嘴贱，是我没管教好，我给你赔罪，我给你磕头。我说了，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跟你们算账的，我来是想教你一个道理。狗乱叫的时候，打一顿它可能还会叫，但只要把它吃饭的家伙给端了，它就得摇尾乞怜。你就是那条狗，而它就是你吃饭的家伙。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自己掌嘴，什么时候我满意了，什么时候停。张铁反应极快，扬起手就给了刘翠花一个大嘴巴子。你个败家娘们，还不快照年哥的话做？你想害死老子吗？刘翠花一边打一边哭着骂自己。我嘴贱，我是泼妇。行了，记住今天，从今往后，我不想再从你这张嘴里听到任何关于我家人的一个字。你见到我媳妇和妹妹，绕着走，做得到吗？做得到，我做得到。
管好你的狗，下次再乱叫，我就不是带着麻绳来了，我会直接去公社找张主任喝茶。说完，周启年转身就走了。齐年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了，以后刘翠花见到你，会比见到她亲娘还恭敬。村里其他人再敢嚼舌根，也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舌头够不够硬。周启年突然开口：“晴雪，咱们去扯证吧。”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们去把结婚证领了。你现在住在我家，村里人嘴碎，我不想你再被人指指点点。我想给你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，周家的媳妇。可是他们都说我克人，我怕会连累你和安安。放屁！我周启年的命硬得很，阎王爷来了都收不走。苏晴雪，你听着，从你踏进这个家门开始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你的过去我不管，你的以后我管定了。这个家以后就是你的家，我和安安就是你的家人，所以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名字写在我家户口本上？我愿意。那就这么定了。我去找王叔开介绍信，你收拾收拾自己，等我回来咱们就去。周启年说完，大步走出了院门。王叔，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你说。我想跟苏晴雪去公社扯证，需要村里开一张介绍信。年娃子，你想好了，婚姻大事不是儿戏。你现在日子刚有点起色，娶媳妇可不是多一张嘴吃饭那么简单。我知道，晴雪现在住在我家，名不正言不顺，我一个大男人，不能让她这么不明不白的跟着我，让人在背后戳脊梁骨。可是，晴雪那丫头，王叔，你是想说她克人的名声吧？村里人愚昧，信这些。我可不信，我爹娘死得早，那是我爹上山打猎摔断了腿，没钱治拖死的。我娘是思念成疾，那时候晴雪根本还没来咱家，跟他有什么关系呢？他爹娘没了，那是他爹喝多了酒，大冬天掉河里淹死的。他娘是受不了打击，上吊寻了短见，把这些都赖在一个丫头片子身上，那是欺负人。光你不信没用，得让村里人信。我带着他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，到时候那些屁话自己就散了，谁的日子过得好，谁就有道理。这个理儿，王叔你应该比我懂。行，冲你这番话，这个介绍信书给你开。很快，王建国就从屋里出来了，手里拿着一张盖着鲜红印章的纸。拿着，以后就好好过日子，别再跟以前一样了，也别让你爹娘在地下还为你操心。谢谢王叔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周启年回到家，把那张盖着红章的介绍信递给苏晴雪。我们走吧。两人来到民政办公室，周启年刚要迈步进去，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我那克死爹娘的堂妹吗？真是长本事了，这还没过门呢，就跟男人手拉手了。我们老苏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，这是来扯证吗？你这扫把星，居然还真有人敢娶？有事？咱们可是冤家路窄啊！上次的事还没找你算账呢，想不到这次又撞见了。小子，你爸妈没教你尊重长辈吗？我是他堂哥，按规矩你得叫我一声哥。之前我堂妹去你们周家，没名没分的，我们也不好追究什么。但现在都跑到公社来扯证了，那这彩礼的事，咱们是不是得说道说道了？咱呢也是实诚人，不多要，就30块钱。给了钱，我就怨你这个妹夫以后晴雪在你们家受了委屈，我们兄弟还能替他撑腰。要是不给今天这婚，你们恐怕是结不成了。苏晴雪急了，拉了拉周启年的袖子。齐年哥，我们走吧，我们不结了。没事的。你说你是他家人，当初是谁在他爹娘死了之后，把他家那3间破屋子、2亩薄田都给占了的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那是我们帮他保管。又是谁把他一个姑娘从家里赶出来，让他没吃没喝，没地方住，差点冻死在村口？关你屁事，这是我们老苏家的事。现在他是我的人，所以这就是我的事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儿是公社，你敢动手，我就去报公安。可对付你们这种货色，还用不着我动手。我只问你一句话，钱你们是要定吗？没错，今天不给钱，谁也别想走。好。苏大头的兄弟正想去推周启年，手刚伸到一半，周启年已经到他面前。现在我们再来谈谈，那30块钱你还要吗？不要了。刚才你说你是他大舅哥，
不，我不是东西，我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从今天起，苏晴雪跟你们苏家再也没有半分钱关系，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们出现在他面前，否则我就把你们的骨头一根一根捏碎。周启年重新牵起苏晴雪的手，狗已经赶走了，我们领证去。安，哥回来了。哥，晴雪姐姐。安，有件事要跟你说，从今天起不能再叫晴雪姐姐了，以后要叫嫂子，她是咱家的人了，她会和哥哥一起保护你，疼你。嫂子，哎，安，乖宝，嫂子去给你做饭。吃过饭后，周启年开口道：“早点睡吧，明天我要进山。”又要去？天快冷了，家里的肉干撑不了多久，冬天山里封路，什么都找不到，得趁现在再打一头大家伙回来。可是山里很危险。我知道。那你要注意安全，早点回来。好的。第二天，周启年扛着猎枪就出了院门，他没直接上山，而是朝村东头走去。王叔，年娃子，坐。王叔，我来找你，想再要几颗子弹。又要进山？冬天快到了，得多备点粮。上次那头狍子够你们吃一阵子了。要过冬，光有肉干不够，还得有油，有皮子。我想去西山看看。胡闹！西山是你能去的，那地方邪性的很，别说你，就是村里最有经验的老猎人都不敢轻易往那儿凑。那里面有熊瞎子，有狼群，还有吃人的山鬼。王磊在外面听到动静，也走了进来。是啊，齐年兄弟，西山可去不得。我听我爷说，以前村里有几个胆大的进去，就再也没出来过。王叔，富贵险中求，常去的后山这些地方，能打到的都是些兔子山鸡，不顶用。也就我上次运气好打到了狍子，再后来啥大家伙也没遇上了。想要大的，只能去西山。王建国知道自己劝不住，把自己仅有的5颗子弹递给了周启年。王叔，还是老样子，这5颗子弹我拿肉跟你换，等我回来，打到什么都分你3成。换个屁！我信你小子不是白眼狼，我只要你一句话，活着回来。王叔，你放心，我周启年的命硬得很。周启年刚踏进西山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腐烂的血腥味。周启年蹲下身，捻起一点地上的泥土。是的。周启年继续往前走，在不远处有一个脚印，这是狼的脚印，看来今天不会空手而归了。周启年拨开1丛半人高的灌木，眼前的景象让他的呼吸停滞。一头硕大的野猪倒在血泊里，尸体周围站着3头狼。这要是全弄回去，这个冬天别说吃肉，就是天天拿肉当饭吃都够了。周启年举起了手里的猎枪，瞄准那头狼。那头狼庞大的身躯就直挺挺的走着，剩下的2头狼被这飞起来的变故惊得原地跳起。周启年没有丝毫犹豫，第2颗子弹打死了左边那头最壮的，还剩1头。周启年第3颗子弹上去，子弹打中了他的背部。周启年没再开枪，对付一个残废用不着浪费。周启年拔出了那把短刀，朝着那头断腿的狼走去。手起刀落，大丰收，这么多东西，我一个人也弄不回去，野猪必须先带走。这东西放在山里，血腥味会引来更多的野兽，狼尸可以先藏起来，明天再来取。周启年找来藤蔓，把野猪的4条腿捆在一起，然后把3头狼的尸体拖到一处隐蔽的灌木丛里，用树枝和落叶盖好。做完这一切，周启年把野猪扛在肩上，艰难地往山下走去。苏晴雪一遍一遍地朝村口望去。齐年哥，我回来了。你受伤了？没事，皮外伤。村里的狗叫声一下就惊动了村民。天爷啊，这是野猪！周家那小子，他一个人从西山打回来的。他还是人吗？王磊和王建国也闻声赶了过来。年娃子，你受伤了？王叔，我没事。这小子是真的拿命在搏啊！王磊，你去叫几个人，把猪给年娃子抬回家去。好嘞。屋外人声鼎沸，混杂着砍骨头的声音和人们压抑不住的惊叹。待在屋里，看好安安。你还要出去？肉是我的，怎么分都我说了算。齐年，你看这么大一头猪，你们一家3口也吃不完啊！周启年没理他，径直走到那头已经被分割的差不多的野猪前。王叔，这2块给我留下，猪头和下水给我收拾出来。今天帮了忙的兄弟，每人10斤肉，5斤骨头。谢谢齐年兄弟。王叔，这枪和子弹是你的，这条前腿你拿走。行，周启年这小子会做人。剩下的肉还有锅里煮的骨头汤，只要是河泉村的都有份。啥？家家都有份？我没听错吧？周启年这是要给全村分肉啊？排好队，1家1个代表，谁敢乱抢，今天就别想要了。
肉转眼分完，村民散去，嘴里都在夸周启年。秦雪，明天你把猪下水都收拾出来卤上，肉都用盐腌上，挂起来风干。今天我不光打了头猪，还有3头狼，尸体被我藏起来了。啊，3头狼？明天我带王磊再进一趟山，把狼弄回来。狼皮能卖不少钱，狼肉也可以吃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周启年来到王建国家。王磊哥，有件事想找你和昨天那几个兄弟帮忙。西山里还有点东西，我想去取回来。西山什么东西？3头狼，1头野猪，3头狼，都是一天打的。尸体我藏好了，得尽快弄回来，不然就臭了。狼皮能卖钱，狼肉也可以吃。事成之后，咱们按人头平分，狼肉你们几家也都有份。那可是西山啊！怎么不敢？谁说不敢？你等着，我这就去叫人。等等，要嘴巴严实点的。这事干成了，大家都有好处。要是谁嘴碎传出去，惹了麻烦，大家都不好。我懂。村口的老槐树下聚了5个人，每个人都带着家伙。准备好了，那就走。4人齐刷刷的点点头，朝着西山的方向走去。这里已经到西山外围了，任何东西都可能要你的命。把眼睛放亮点，耳朵竖起来，不想死的就跟紧我。周启年指着前面一处茂密的灌木丛，就是这里。我的娘啊！这是你一个人干的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想让这几张皮子烂在地里，皮子要整张的，别划破了，肉都剔下来，骨头不要。都听齐年兄弟的。装袋，我们走。周启年眼中寒光一闪，用口型对王磊说：“有人。”大哥，你说那枪声就是从这西山传出来的？错不了，昨天那么大动静，一听就是猎枪。这河泉村啥时候出了这么个猛人，敢一个人闯西山？管他什么人，咱们哥俩今天就来会会他。要是碰上个村儿，嘿嘿，他打的猎物可就得姓里了。这是遇上黑吃黑的了。就在这时，谁？一个声音从4面8方传来，根本分不清方向。滚！快走！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开枪，还不让我们发现位置，是我们惹不起的。王磊他们几个这才从石头后面出来。齐年兄弟，那是谁？不知道，大概是闻着味儿来的野狗。当周启年一行5人扛着几个麻袋出现在村口时，整个河泉村都静了。齐年哥，我回来了。王磊哥，村里谁会削皮子？以前老一辈的猎户会，现在就剩赵老蔫儿了。他家在哪？村西头，就那个最破的土坯房。王磊话音刚落，王建国的声音就在院门口响了下来。年娃子，你找赵老蔫儿，他那手艺是好，可他那人又臭又硬，想让他出手难。王叔有办法？办法倒是有一个，他好酒，你弄点酒，再去割10斤狼肉，我陪你走一趟。成。周启年转头对王磊说：“这肉你们4家一家20斤，剩下的都归我。皮子卖了钱，咱们5个平分，同意吗？”同意，全听齐年兄弟的。好，割肉分了。屋子里，周启年看着苏晴雪沉睡的脸，心里下了一个决定：得盖新房，给晴雪一个像样的婚房，也给安安一个自己的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周启年就去找了王磊。齐年兄弟，有啥事？王磊哥，我想盖房。盖房？你说真的？这老房子太破了，住着不安心。我说兄弟，盖房可不是小事，那得花很多钱，你有钱？等赵老蔫儿把皮子削好，卖了钱就够了。再说了，我不会让人白干活的，一天3顿饭，还有肉汤喝。这事我干了，我这就去村里帮你吆喝。王磊的办事效率很高，说周启年家要盖新房，来帮忙的管饭还有肉汤。啥？周启年要盖青砖大瓦房？他哪来那么多钱？你管他哪来的钱？王磊说了，去干活的顿顿有肉汤喝。真的假的？那还有假？昨天分肉那几家，今天早上都在家炖狼肉呢，飘了半个村。当天上午，周启年家的院门口就站满了人。7年，啥时候开工？3我一个。我力气大，能背石头。谢了，各位叔伯兄弟，中午都别走，吃肉。几十号人热火朝天的干了起来，场面比过年还热闹。而王建国和周启年则去找赵老蔫。这老东西脾气比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。待会儿你机灵点，看我眼色行事。赵老蔫，开门，我是王建国。滚！老子家里没米也没钱，别来烦我。周启年故意把手里的酒瓶子晃了晃。王叔，这酒可是好东西，闻闻这味儿。年娃子，你这肉也好，拿回去炖了能香死个人。王老头，你又想搞什么名堂？老蔫儿，不是我找你，是这后生找你。我不认识你，有话快说。赵叔，我叫周启年，我打了3头狼，想请您帮忙把皮子削了。
我的手艺早就埋土里了，你找别人去。这10斤狼肉和这瓶烧刀子是定金，事成之后皮子卖了钱，我给您分1成。王建国赶紧在旁边帮腔：老蔫儿，年娃子是诚心来求你的，你那手艺镇上都找不出第2个，就这么荒废了，多可惜。再说了，这可是狼皮，不是兔子皮能比的，你不手痒？手痒，我现在连碗都快端不稳了，还削皮子。周启年看出来了，这老头嘴硬心软，馋酒。赵叔，东西我放这了，您要是愿意，明天一早我把皮子给您送过来。您要是不愿意，这肉和酒就当我孝敬您的。说完，周启年转身就走，没有半点拖泥带水。你小子行啊，对付这种人，磨嘴皮子没用，得把好处实实在在的摆在他眼前，让他自己选。走吧，家里还一摊子事呢。周启年一进院子，所有人的动作都放慢。7年兄弟回来了，地基快挖好了，你看看。辛苦各位叔伯兄弟了，请雪，准备开饭。好嘞，开饭喽。周启年一吼，所有人都扔了手里的家伙，围了过来。天爷啊，这是肉，管够的都别抢。秦雪，你也吃，安安，你慢点吃，别噎着。天刚蒙蒙亮，周启年家的院门就被人敲响。谁啊？大清早的。赵老年，赵叔，快进来坐。赵老年上下打量了周启年一眼，酒不错，肉也行。赵叔要是喜欢，以后管够。少废话，皮子呢？拿来。周启年转身进了屋，很快就拎着3张狼皮出来了。赵老娘一把抢了过去，真是好皮子，一枪爆头，皮子一点没伤，刀口利落，是个高手。东西我拿走了。赵叔，这皮子什么时候能好？快了7天，慢了10天，削好了我来找你。7天时间一晃就过去了，周启年家的新房已经立起来了。乖乖，这房子盖得真敞亮。这哪是盖房，这是要盖个小地主家的大院啊！人家7年有本事，你们羡慕不来。王磊蹲在房子门前，愁得眉头拧成了疙瘩。7年兄弟，这咋整？泥瓦匠都请好了，可咱们连片瓦都还没见着，这眼瞅着天就要冷了，再拖下去，今年怕是住不进新房了。算算日子也该到了。正想着，村口传来一阵不小的骚动。看，那不是赵老年吗？他扛的啥？赵老年没有理会，径直走到了周启年家的新院子前。7天，1天没多，1天没少。你那几头狼没辱没我这双手艺。赵叔，手艺是真好。那是自然，整个公社除了我，没人能消除这个成色的货。东西交给你了，我的事完了。皮子还没卖，我身上没那么多现钱，这些票您先拿着，等皮子卖了，该多少钱我再不给您。周启年从墙角拎起一个鼓鼓囊囊的麻袋，这里面是50斤狼肉，我都给您熏好了，能吃一冬天。还有2瓶烧刀子。你小子会做人。院子里，王磊他们几个围着那3张狼皮。7年兄弟，这玩意儿得卖多少钱？不知道，盖房子的钱应该够。当天晚上，周启年来到王建国家。王叔，我想买砖瓦，我打听过了，公社的砖瓦厂不是有钱就能买的，得要公社开的批条。你小子消息还挺灵通。没错，是要批条。盖房是大事，尤其是盖青砖瓦房，得有正当名目，不然你就是投机倒把。那这批条难办吗？何止是难，公社那帮人哪个不是眼睛长在头顶上的？你一个普通村民，连门都进不去。办法也不是没有，砖瓦厂的厂长姓李，以前跟我一起扛过枪，算有点交情。但是交情是交情，规矩是规矩，我不能直接去找他给你开后门，会害了他的。王建国犹豫片刻，写了封介绍信给周启年。我能帮你的就这么多了，你拿着这个去砖瓦厂找李厂长，成不成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王叔，这份人情我记下了。别说这些虚的，我提醒你几句，到了公社少说话，多看多听。见到李厂长客气点，别像在我这儿一样跟个犟驴似的。是要是一次谈不成，也别急眼，公社不是咱们村，那里水深。我明白。天还没亮透，周启年扛起包裹，大步的往公社走去。买什么？票带来了吗？收货吗？是狼皮呀，不过嘛，成色一般。我看在你大老远扛来的份上，30块钱，3张我都要了，就这个价，爱卖不卖。我不卖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中年男人从里屋走了出来。小王，嚷嚷什么呢？主任，这人来卖狼皮，我正跟他谈价钱呢。同志，能把皮子给我看看吗？给你。真是好皮子，这削制的手艺绝了，整个镇上都找不出第2个。这皮子是赵老蔫削的吗？
周启年点了点头，果然是他。小王，你刚才开的什么价？我开的30。混账东西，这么好的狼皮，一张都不止这个价，咱们供销社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这位同志，你别介意，他新来的，不懂行情。这样，3张皮子，给你这个数，200。对，200块钱。另外再给你20尺布票、5斤肉票，还有10张工业券。可以。同志，以后再有这样的好货，可一定要先送到我这来。会有机会的。出了供销社，周启年揣着那200块钱，直接奔着公社最东头的砖瓦厂去。干什么的？我找李厂长。李厂长，你说见就见，有介绍信吗？周启年从怀里掏出王建国写的介绍信，递了过去。你等着，我进去通报一声。周启年站在门口，看着厂区里来来往往的卡车和工人，心里盘算着。进去吧，厂长在办公室等你。报告。你就是王建国介绍来的人？是，我叫周启年。坐。老王在信里说，你家房子塌了，要盖新房。是。启年同志，不是我不帮你，老王的面子我肯定要给，但厂里有厂里的规矩，砖瓦是国家计划物资，没有公社的批条，我1块都不能卖给你。李厂长，我给您倒点热水。李厂长看着周启年一系列动作，眼神里多了点别的东西。这小子不卑不亢，还会来事。规矩我懂，我今天来不是让您为难的，我就是想问问厂里有没有那种大工程用不上的，有点磕碰的次品砖瓦，钱我1分都不会少您的。你小子倒是跟老王信里说的一样，是个机灵人。次品砖瓦厂里确实有，都在后院堆着，平时都是年底当废品处理了。但是就算卖给你，你怎么运回去？从这到你们河泉村10几里山路，没车可不行，你一个人根本运不回去。这我来想办法。行，冲你这股劲，这个忙我帮了。后院那批次品砖，你按8厘钱一块拉走，瓦片3分钱一片，能拉多少拉多少。拉完了，我给你开个收据，就说是处理报废品。这价格比市价便宜了快1半，谢谢李厂长。别谢我，要谢就谢王建国，他派出来的人错不了。你先回去准备车吧，明天一早过来拉货，我让仓库的人给你开门，钱拉完货再一起算。周启年走出砖瓦厂，太阳正往下沉。我回来了，安安今天乖不乖？我很乖的。饿了吧？快吃点。晴雪，房子的事办妥了。周启年从怀里掏出厚厚的一沓大团结，放在苏晴雪面前。这是狼皮卖了200块，还有这些票。砖瓦厂的李厂长我也见到了，是王叔的老战友，他答应把厂里的次品砖瓦卖给我们，价格便宜1半。这是收据，明天一早咱们就能去拉砖了。周启年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苏晴雪。放心，以后咱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，钱你收着。不行，启年哥，这钱太多了。你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这个家我主外，你主内，钱以后都归你管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周启年就去找王磊了。兄弟，起这么早？王磊哥，有件事还得你帮忙张罗，砖瓦的事妥了，今天就得去公社拉回来。真妥了？可怎么拉呢？10几里山路，没牛车可不行。村里拢共就3辆牛车，2辆是生产队的，1辆是瘸子李家的。生产队的车要我爹批条子，瘸子李家那头牛比他本人脾气还倔。这是我去找王叔，你帮我个忙，去村里吆喝一声，就说我家拉砖需要人手，1人1天算5个工分，中午管一顿肉菜白面馍。兄弟，你这是下血本了啊！放心，这事包在我身上。王叔，我想找3辆牛车拉砖。队里的牛车我去说，瘸子里那边你自己去。那老小子吃软不吃硬，你提2斤肉1瓶酒过去，比我说10句话都管用。周启年应了一声，转身就出了门，拎着肉和酒来到了瘸子李家。李叔，我是周启年，又是想借您家牛车用1天，去公社拉点东西。看在酒和肉的份上借给你。半个小时后，村里但凡有点力气的青壮几乎都到齐了。各位叔伯兄弟，谢了！今天出了力，我周启年记在心里。别的废话不多说，等砖瓦拉回来，我请大家伙喝酒。3辆牛车后面跟着浩浩荡荡几十号人，朝着公社的方向出发。你说启年兄弟真管白面馍馍吃？那还能有假？上次咱仨跟着齐年兄弟去西山拉狼回来，齐年兄弟说好了给咱分肉，那可不是说到做到。这周家兄弟是个实诚人。当3辆牛车和几十个汉子出现在大门口时，李厂长也闻讯赶来。你小子这是把整个村都给我搬来了。李厂长，人多力量大吗？行，有股子当年老王带兵的劲头。老张，把后院那批货都给这位周启年同志清出来。后院的仓库门一打开，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，那青砖堆得跟山一样。这得多少砖啊？盖10个周家都够了吧？
叔伯兄弟们，动手！3辆牛车很快就被装得冒了尖。李厂长，您点2万块砖，8厘1块，正好160块。拉完货再一起算，一码归一码，亲兄弟还明算账，不能坏了您的规矩。行，你这个朋友，我老李交了。回村的路，比来时慢了许多，牛车不堪重负，走得一步3晃。回来了，他们回来了。我的娘，真的拉回来了！这么多砖，周家这是要盖龙王庙啊！人群里，刘翠花也探着脑袋往里瞅。嘿，一个灾星，一个酒鬼，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福气。砖瓦被小心翼翼地卸了下来，整整齐齐的码放在地基旁。开饭了，大家排好队。2大锅肉菜，几百个白面馍被吃得干干净净。齐年兄弟，这顿饭真舒坦，这辈子都没吃这么好。以后有啥活，你再叫我，不要空分都行。各位叔伯兄弟吃好就行。人群散去，周启年一家3口站在自家的地基前。齐年哥，咱们真的要有新家了。是啊。周启年朝着村西头赵老年家走去。赵叔，说好的1成，这是你的。票子不是金贵吗？你给了我票，钱自己留着盖房。一码归一码，规矩不能坏。行吧。赵叔，有话就快说。以后再有皮子，还找你。只要是好皮子，我随时等着。周启年回到新宅，看着那堆积如山的青砖，想起了堆在砖瓦厂的瓦片。钱不够了，看来只能再去趟西山。第2天一早，周启年没去新宅那边，而是直接去了王建国家。怎么遇上难处了？王叔，我没子弹了。你小子还想上山？钱不够了？不够。齐年，你得知足，你打回来的那些狼肉、野猪肉，够全村人眼红半辈子了。现在房子也盖起来了，安安稳稳过日子不好吗？西山那地方邪性的很，你运气好一次，不代表次次都好。王叔，我不是去赌运气，我是一家之主，我得养活他们。现在停下来，这房子就是个半拉子工程，我就没房子住了。我等得起，他们等不起。你小子脾气跟你爹一个样，都是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。子弹这玩意儿现在不比以前了，管得严，那是武装部的管制品，一颗子弹都得有登记。周启年心里一沉，他还是低估了这个时代的管制力度。那就没别的法子了。法子都是人想出来的。公社武装部管枪弹的那个干事叫刘建军，以前跟我一个连的兵，后来腿受了伤，转业回了地方，人是不错的，就是有点认死理。你也别想得太美，我跟他是有交情，这事是原则问题，我不能去开口，我一开口就是给他上眼药。周启年刚燃起的希望又被浇了一盆冷水。那您的意思是？我不能去，但没说你不能去。你小子不是挺能耐的吗？连李厂长那样的人都能让你松口，这个刘建军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他家就住在公社大院，家里有个5岁的儿子，最喜欢听打仗的故事。周启年瞬间就明白了。王叔，这份请我记下了。少来这套，我再提醒你一句，刘建军那个人吃软不吃硬，别跟他来横的，也别送礼，他有些认死理。他要是认了你这个人，别说子弹了，给你扛杆枪回来都有可能。他要是不认你，你就是把金山银山堆他面前，他眼皮都不会眨一下。你自己好自为之吧。齐年哥，你回来了。给谁做的？给你的，你天天在外面跑，鞋子废得快。安，想不想吃肉包子？哥哥去镇上给你买。我想吃。你要去公社？还有点事，瓦片还没结清，我得再去一趟，顺便看看有没有便宜的木料。周启年没说实话，子弹的事越少人知道越好。路上小心，早点回来。好，哥走了，在家听嫂子的话。哥，再见。周启年以刘建军的儿子为切口，成功获取了刘建军的信任。说的，找我到底什么事？刘哥，我们村子靠着西山，山里不干净，前阵子闹了狼灾，3头狼差点把村里的孩子给叼了去，被我解决了。村里的民兵队枪是老掉牙的汉阳造，子弹更是没几颗。我想跟你这儿想想办法，我不要枪，就要几颗子弹，防身，也为了保护村里人。不行，规定就是规定，我帮不了你。刘哥，我懂你的难处。王建国王叔说你们以前是一个连的，他让我来的，不是让我来求你坏了规矩的，只是让我来问个路。他说你是个兵，你懂一个兵的职责，兵的职责是保家卫国，现在国不用我们保了，可家还得保。周启年说完，对着刘建军敬了个力道十足的军礼。话我说完了，成与不成我都认，今天打扰了。刘建军看着他的背影，眼神里满是挣扎。你等等，明天早上
到我办公室来，我那儿正好有一批快要报废的受潮子弹，需要人帮忙处理一下。周七年重重的点了点头，有些话不用说，滚吧。齐年哥，你回来了。别动，你再睡会儿。事情办好了？办好了，木料的是有着落了，价钱也便宜。那就好，钱够吗？钱够的。进来办。昨天库房盘点，有一批子弹受了潮，按规定得做报废处理，一套手续走下来，没个10天半个月弄不完。我这人嫌麻烦，这是报废处理单，得有经手人签字，我一个人处理，说不清楚。你来的正好，帮我搭把手，也算给我做个见证。周七年懂了，这是在走程序，是刘建军在保护他自己。刘哥，你说怎么处理？这东西放的也是个祸害，万一炸了膛伤了人，责任我担不起。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找个没人的地方，打到天上去，听个响，这事就算了结了。我明白了。刘建军拿起笔，在表格上刷刷的写了起来。见证人那一栏，你签个字，东西你拿走，尽快处理干净，记住，别让我难做。刘哥，这是买子弹的钱，就是一点心意，你给小虎买点糖吃。周启年，把钱收回去。你的要是拿这个侮辱我，这东西你现在就给我还回来，我帮你是看你像条汉子，不是你那2张破票子。周七年没再坚持，默默的把钱收了回去。你滚吧。周七年从公社回来的时候，新宅的工地上依旧热火朝天。兄弟，你可算回来了，瓦片的事咋样了？火了。王磊哥，这钱你拿着，这2天你多费心，去镇上割几斤肉，再买点白面，别让兄弟们光出力气，肚子里的油水得跟上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，兄弟，你盖房正是用钱的时候，我哪能要你的钱？让你拿着就拿着，我这2天还得进山一趟，家里这边你多费心，等房子盖好了，我周七年亏待不了帮忙的兄弟。放心吧，有我王磊在，这工地出不了岔子。周七年没再多说，转身回了家，他得为进山做准备了。齐年哥，你又要去山里？是的。家里有肉还有粮，房子咱们可以慢慢盖，别去了，好不好？我害怕。你看这是30发子弹，有了它，西山在我眼里就跟咱家后院的菜园子没什么区别。钱你收好，家你顾好，安安你看好，等着我回来。天刚亮，周七年已经站在了西山的山脚下。周七年找到一处野猪经常出没的泥潭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，把晒干的草药粉末撒在了下风口，然后他找了一处岩石，爬了下来，开始等待着。突然，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从林子里传来。我去，本来只想引只野猪，没想到把西山的山大王熊瞎子给引来了。周七年的枪口随着黑熊的脑袋缓慢的移动着，黑熊在泥潭边转了2圈，没发现什么，似乎有些不耐烦了。就在黑熊张开血盆大口掏刺的一瞬间，就是现在，子弹精准无比的从黑熊张开的大嘴里钻了进去，庞大的突然倒下。这头熊少说也有400-500斤重，盖房子的钱不仅够了，甚至还有富余。周七年以最快的速度整理好熊三姐，朝着山下走去。一个刚从地里回来的村民指着西山的方向，发出了惊恐的尖叫。看，那是什么？是周七年回来了。听到动静后，所有人都朝着村口涌去。他扛的是什么东西？那么大一坨，好像是熊体。周七年没理会众人的震惊，来到苏晴雪面前。我回来了。苏晴雪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只是想帮周七年把肩上的东西卸下来。都愣着干什么？快搭把手，把东西抬回去。东西一落地，眼前一黑，直挺挺的倒下去了。你醒了？我睡了多久？1天1夜。雪晴，熊呢？在院子里呢，王叔让村里人帮忙处理了，熊胆和熊掌都给你留着呢。就在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中，3条黑影出现在了村口。看来我们没来晚。大哥，这熊可真大，咱们发了。刀疤脸没说话，朝着周七年家走了过去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老东西，我们是什么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手里的那个玩意儿，不是你们这些泥腿子能碰的。识相的就乖乖交出来，不然今天你们村就得办白事了。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光天化日之下，持枪闯进我们和泉村，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哈哈，在这山沟里，老子的枪就是真理。老东西，我再说一遍，把熊胆熊掌交出来。老子今天心情好，不想见血，别逼我。大哥，跟他废什么话？一枪崩了他，东西不就都是咱们的了？屋里，周七年正准备下地，就听见了院子里的吵闹声。齐年哥，别出去，外面有坏人。放心，没事的，待在屋里，别出来。周七年说完，检查了一下猎枪的弹仓。现在硬拼，不是上策，必须一击制胜，而且要震慑住所有人。老东西，我数3声，3。
千钧一发之际，周启年身影出现在了门口。哈哈，又来一个送死的。54式手枪，8发弹匣，有效射程50米。你这把枪，枪身有划痕，撞针处有磨损，是把黑枪。这小子是什么人？一眼就能看出这么多门道。你手里这把应该是从南边战场上流出来的。我猜你不是逃兵，就是发战征才的耗子。不管你是哪一种，私藏军火都是掉脑袋的罪。你现在拿枪指着村支书，罪加一等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现在带着你的人滚。今天这事我可以当没发生过。毛都没长齐，也敢跟老子叫板？老子今天就先崩了你！就在刀疤脸调转枪口时，周启年动了，整个动作细如流水，快到根本无法捕捉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拿下！你的枪现在归我了。现在告诉我，谁的枪快？你的快，爷爷，我错了。都散了吧，该干嘛干嘛去，别在这杵着了。很快，院子里就只剩下王建国父子、周启年和那3个俘虏。那这3个人怎么处理？爹，要不把他们投到后山，挖个坑埋了，一了百了。说说吧，从哪儿来的？叫什么？这枪又是从哪儿弄的？哼，小子，你敢动我，我大哥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大哥现在在哪呢？我看来你大哥也保不了你。周启年不再理刀疤脸，而是走到另外一个人面前。他叫李大巴，是我们的头。我们常年在几个县城之间的山区流窜，干些偷鸡摸狗、拦路抢劫的勾当，手上还有几桩不清不楚的案子。这把枪是我们去年从一个落单的民兵手里抢来的。我们本来是想进山躲躲风头，顺便打点野味，无意中听到了河泉村这边有猎到大家伙的风声，就想着来趁火打劫。启年，你看怎么办？王叔，城里有城里的王法，咱们这山里也有山里的规矩，他们坏了规矩，就得按山里的规矩来办。王磊哥，去把他们的钱、干粮，所有东西都搜出来。很快，王磊就搜出了几10块钱、一些粮票和一把匕首。王叔，这个您拿着，算是给村里受惊的乡亲们压压惊。这是你缴获的，该归你。周启年也没坚持，把东西收了起来。你们2个想活命吗？刚才还说要崩了王叔，还要崩了我，这笔账怎么算？是他说的，不关我的事啊。我不想杀人，脏了我的手，但是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王磊哥，一人一条腿，打断了，让他们爬着回去，也让他们长长记性。我们河泉村的人不是好惹的。好嘞。不要啊！你的手是我废的，你兄弟的腿是我让人打断的。现在我还要你给这山里的所有耗子带个话：从今往后，谁敢再踏进我们河泉村的地界，我就不是打断他的腿那么简单了。滚！第二天一早，两人借了瘸子李家的牛车，直奔砖瓦厂。李厂长，我这次来是想请您帮忙牵个线，把这东西换成钱。好家伙，你这是把西山的山神也给请下来了。随后，李厂长带着周启年去了镇上国营大药房。经过一番商议，熊胆和熊掌卖了650元。走吧，王磊哥，我们去转转。周启年把能买的都买了，最后装上从砖瓦厂借来的卡车上。兄弟，这是把整个镇里的东西都搬回去了吧？这才刚开始呢。卡车停在了周家空地上，堆积如山的物资让所有人都投去了羡慕的眼神。试试看合不合脚。启年哥，这太金贵了，我穿旧的就行。让你试就是，我媳妇就该穿最好的。啊，这是给你的，哥以后教你写字。周启年的目光落在了那台用防雨布盖着的大家伙上。启年哥，是缝纫机，以后你和安安的衣服就用它来做。在王磊的组织下，新房的建造速度快得惊人。我的天，这窗户比城里干部的还亮堂。以后住这屋里，冬天都不怕灌风了。房子落成了，按规矩要办酒席。王叔，我要摆3天流水席。消息一出，整个河泉村陷入了狂欢。各位叔伯兄弟，我周启年能有今天，离不开各位的帮衬，这份情我记在心里。这杯酒我敬大家。麒麟兄弟真敞亮，以后有啥事你吱声。喧嚣散去，周启年看着那片荒地，我要把它开垦出来，种上粮食和蔬菜，实现自给自足。就在这时，王建国背着手溜达了过来。启年，我们聊聊。王叔，您坐。你小子现在可是咱们十里八乡的头号人物了，盖了全村最好的房，请全村人吃了3天流水席，还把亡命之徒收拾了。可你有没有想过树大招风？王叔，我明白您的意思，我只想护着我媳妇和妹子，安安稳稳的过日子。公社河县里总有些眼睛盯着，你这次又是熊又是枪的，动静太大了。
所以我要带着大家一起过好日子。周启年的目光投向不远处的村庄。王叔，我想把那片荒地开出来，大家一起种。我还想成立一个狩猎队。我一个人进山，风险大，收获也有限。但如果把王磊哥他们几个组织起来，由我来教他们，就能更高效地获取猎物。打回来的肉，上交一部分给队里，剩下的按劳分配，还能拿出一部分给村里添这些东西。不能光我自己吃，我要让跟着我干的兄弟们都能喝上肉汤，我们拧成一股绳，还怕外人惦记。好小子，有魄力，这事我支持你。村里我给你撑腰。送走王建国，回到屋里，周穗安正趴在他的新书桌上。哥，这个字好难写。不难，等你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，哥就送你去念书，好不好？念书？对，像城里的孩子一样。饭后，周启年把自己的计划、开荒地、组织狩猎队、送安安上学都告诉了苏晴雪。启年哥，你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你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周启年要开垦荒地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河泉村。启年兄弟家要开荒了，管饭管肉，还给记工分。周启年站在荒地前，简单的分派了任务。王磊哥，你带人从东边开始，负责把杂草和树根都清了。柱子，你去山里砍些结实的木头，做工具把手。二牛栓子，跟我来，我们先挖水渠。眼看着周启年这边要把荒地变成良田，张铁心里又酸又痛。你看那周启年都成咱们村的土皇帝了，他想占哪块地就占哪块，那块荒地离咱家那么近，风水都让他给占了。我说周启年，你这都挖到我家地界了。张铁，你放什么屁？这还隔着远呢。启年兄弟开的是村里的公家荒地，关你屁事？怎么不关我事？以后浇水施肥从我地边上过，踩坏了我家的庄稼算谁的？我开荒王叔是点了头的，你现在来找茬是什么意思？我只是在维护我自己的利益。你说的有道理，这样吧，你那块地我买了，你开个价。张铁愣住了，他没想到周启年不按常理出牌。你那半亩地按市价也就值个10块8块的，我给你20块钱，外加50斤棒子面，地归我，怎么样？此话当真？我周启年说话一口唾沫一个钉。王磊哥，你去请王叔过来做个见证。我买。在王建国的见证下，张铁在转让文书上按下了手印，抱着钱和粮食，千恩万谢的走了。半个月后，周启年找来4个对他死心塌地的小伙子。今天咱们的狩猎队正式成立，都听启年兄弟的。周启年在院子里给他们上了第一课。进山打猎不是比谁力气大，是比谁的脑子活。永远要站在下风口，不然你身上的味儿10里外的东西都能闻见。脚印是新的还是旧的，是跑还是走，是受伤了还是在闲逛，都能看出来。讲完理论就是实践，周启年带着他们绕着村子周围的山林实地教学。这是野猪路过的痕迹，草还带着湿气，说明他刚走没多久。这是熊瞎子留下的，看高度和力度，是头成年公熊，别惹他。训练结束后，周启年才带着他们踏入了西山的地界。今天我们不打大家伙，就练练手。在周启年的指挥下，一天下来收获颇丰。我拿3成，剩下的你们4个平分。启年兄弟，这太多了。拿着，这是你们应得的。以后打的猎物多了，咱们再按贡献大小分。这天下午，一辆黑色轿车开进了村。这是哪位领导大驾光临啊？我是公社新来的副主任，姓马，今天是来做个基层调研。马主任，我们去村委会喝口水。那栋房子是谁家的？王建国心里咯噔一下，那是我们村周启年的新房。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，听说是个能人啊。他不再理会王建国，朝着周家大院走了过去。你就是周启年？我是。种的这是什么？辣椒。农民不好好种粮食，搞这些歪门邪道，看来你们河泉村的投机倒把之风很盛啊。马主任您误会了，启年这孩子是看地里荒着也是荒着，种点菜自家吃，绝对没有投机倒把的意思。谁家自家吃能吃这么多，是不是准备拿到黑市上去卖？马主任，您是公社的领导，下来调研我们欢迎，但是您说投机倒把得有证据。你这房子这地，一个农民能有钱置办，不是投机倒把，难道是你家地里能长出金元宝来？我家的地里长不出金元宝，但西山里有熊瞎子和野狼。打猎是吧？我正要说这个事，我听说你私自组织了什么狩猎队，是也不是？是。好一个是，山里的猎物是国家和集体财产，你私自组织人员进行捕猎，并将猎物据为己有，这是严重侵占集体利益的行为。我宣布，从今天起，狩猎队立刻解散，以后狩猎活动由公社统一组织，所有猎物7成上交公社，剩下的3成再由公社根据情况酌情分配给你们。
这不就是要断了大家的活路吗？就是山是咱们村的，猎物是齐年兄弟拼了命打回来的，凭什么你说收走就收走？就是我们不服。我齐年兄弟，我们现在还饿着肚子呢。你们想造反吗？我告诉你们，对抗组织、对抗领导是没有好下场的。您说山里的猎物属于国家和集体，这话没错。我们打回来的猎物确实没有全部上交，因为我们把大部分的肉都分给了村里的乡亲们。党一直教导我们要自力更生，要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。我们响应号召，让全村人不再挨饿。请问马主任，我们错在哪儿了？至于投机倒把，我们是把猎物换了钱，但这些钱都变成了砖瓦和粮食。如果让大家过上好日子也算投机倒把，那这个罪名我周其年认了。你这是强词夺理。是不是强词夺理？乡亲们的肚子最清楚。我问你们，这1个多月你们吃饱了没有？吃饱了。家里的日子比以前好过了没有？好过了。那你们愿不愿意把狩猎队解散，肉都交上去，再回到以前饿肚子的日子？不愿意。好得很，周其年你煽动群众对抗组织，你给我等着。马主任知道今天再待下去也是自取其辱，转身就走了。齐年，你这次把人得罪了，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王叔您放心，我会解决的。当天晚上，周其年没有回家，而是走向了公社的单人宿舍。等了半个小时，一辆自行车晃晃悠悠的骑了过来，而周其年尾随其后。一个泥腿子也敢跟老子叫板，不把你弄进劳改农场，老子就不信吗？马主任骂了一会儿，又开始打电话。张哥，是我，小马啊，我今天被人欺负了。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。是，河泉村出了个刺头，叫周其年。对，就是他。那小子把村里那帮泥腿子都给煽动起来，公然跟我对抗。张哥，这小子油水足得很呐，只要能把他弄进去，那村里的油水还不是咱们兄弟俩的，好处肯定少不了您的。我这儿刚弄到2张凤凰牌自行车的票，明儿就给您送过去。周其年听到这里，心里已经有了数，他转身朝着刘建军家走去。谁啊？这大半夜的。刘哥，我周其年。这么晚了，你来干什么？周其年没有拐弯抹角，直接把刚才听到的话原原本本的复述了一遍。这个马文才真是胆大包天，他说的那个张哥是物资局的一个副科长，叫张德胜，早就听说他们勾结在一起，倒卖紧俏物资，没想到现在把手伸到你头上来了。刘哥，我打算明天一早就去县纪委举报他们。这太冒险了，你没有任何证据，光凭你听到的几句话，纪委的人不会信的，到时候他们反咬一口说你诬告。谁说我没有证据？周其年掏出一个录音机和磁带，递到刘建军面前。我刚才在马文才的窗户底下，把他打电话的内容全都录下来了。你小子，你就不怕他们狗急跳墙？所以我才来找你。我明天去县城，万一我回不来，这一盘带子就交给你了。我相信刘哥你知道该怎么做。刘建军紧紧地攥着那盘磁带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你放心去，你要是真出了事，我刘建军就是拼着这身衣服不要，也要把他们拉下马。第二天一早，周其年告别了苏晴雪，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。县纪委的办公室里，周其年坐在板凳上。周其年同志，你说的这些我们都记录下来了，但是你举报马文才和县物资局的张德胜同志贪腐渎职、勾结串联，你有确凿的证据吗？王主任，证据在这里。王主任听过录音后火冒三丈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周其年同志，你这次为党和人民立了一大功。王主任，我今天来不为立功，只为求一个公道，为我们河泉村几百口人求一条活路。光抓一个马文才不够，要抓就要一网打尽。那2张自行车票就是最好的诱饵。接公安局，我是纪委王洪文。对，立刻派2个同志过来，有紧急任务。国营饭店的包厢里，张德胜正悠闲地喝着茶。马老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看着脸色不太好。张哥，您要的东西。马老弟，你放心，河泉村那个刺头的事包在老哥身上，我保证让他。张德胜的话还没说完，包厢的门被撞开了。都不许动！张德胜，你涉嫌利用职权索贿受贿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王主任，这是个误会，是马文才陷害我。当天下午，县纪委的大院里，周其年再次见到了王洪文。周其年同志，我代表组织正式感谢你。马文才和张德胜已经全部交代了，涉案金额巨大，你真是帮我们挖出了一个大毒瘤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县里决定授予你优秀民兵和先进生产个人的荣誉称号，并且会全县通报表扬。至于你们村那个狩猎队，回头我亲自跟公社的陈主任打招呼，让他给你们的生产互助小组证明。谢谢王主任，
谢谢组织。这次的案子我们会严格保密举报人的信息，你安安心心回村带领乡亲们搞生产，有任何困难可以直接来找我。当周期年坐着傍晚的班车回到河泉村时，几乎全村的人都等在了那里。你终于回来了，没事了，都解决了。齐年到底怎么回事？回去再说。周期年把事情的经过简单的对王建国讲了一遍。好小子，这一下不光是为咱们村，也为整个公社除害了。几天后，就在村里人还沉浸享乐中时，一辆吉普车开进了河泉村。陈主任、王主任，什么风把您二位给吹来了？我们是来给河泉村送喜报的。这位想必就是周其年同志吧？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！随后，一行人来到村委会办公室。今天我是代表县里对周其年同志提出公开表扬，他不畏强权，勇敢揭发问题，保护了集体和群众的利益，是我们全县人民学习的榜样。同志们，经过公社党委研究，我们决定在河泉村成立一个多种经营生产试点。你们村的狩猎队正式改编为民兵连兼生产队，所获收益除按规定上缴一部分外，其余全部留作村集体发展和队员分红。为了更好地带领大家发展生产，公社党委决定正式任命周其年同志担任河泉村民兵连连长，并兼任河泉村生产队队长。有了这个身份，周其年开荒种地，组织狩猎，一切都变得名正言顺。感谢组织的信任，这个任命我接受，但是我也有2个条件。你说。第一，生产队的收益必须公开透明，绝大部分要用于改善村民生活和村集体建设。第二，在不违反原则和纪律的前提下，我需要生产和训练的自主权。我答应你，以后你们河泉村就是我们公社的试点，你们就甩开膀子大胆的干，出了成绩是你们的，出了问题我给你们担着。周其年带着任命书去找刘建军，刘建军二话不说，又给他特批了2支步枪。周连长，以后咱们就是自己人了，你们民兵连的训练可得抓紧，别给我们军人丢脸。周其年上任后，就让苏晴雪按照自己的方法，用辣椒制成了1小罐辣椒酱，再次坐上了前往县城的班车。你找谁？钱厂长您好，我是河泉村的，我叫周其年。有事快说，我正忙着。钱厂长，我来送您一个能让厂子扭亏为盈的机会。这是你写的？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。纸上谈兵中绝浅，您不妨尝尝这个。好东西，这是怎么做的？这是我们河泉村的独家配方。钱厂长，我的想法很简单，我们河泉村负责提供原料和配方，你们食品厂负责提供生产线、包装和国营的销售渠道。我们不搞简单的买卖关系，我们搞联营。我们成立一个独立核算的辣椒酱生产车间，所获利润除去成本和税收，我们村和你们厂按比例分成。我们把它命名为西山红辣椒酱，打造成我们县的拳头产品。周连长，你这个想法很好，但是这不符合规定啊，上面能匹马？规定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据我所知，县里一直鼓励各单位自力更生，我们这个模式既解决了你们厂产品单一，又解决了我们村农产品销路的问题，是双赢。而且我们这个试点是县纪委的王洪文副主任亲自过问和支持的。县纪委的王副主任，那可是县里说得上话的实权人物，有他这是肯定成。最终双方敲定，河泉村占利润分成了4成。周其年回村后宣布了这个消息。王磊哥，你带2个兄弟跟我去送第1批货，其他人把剩下的辣椒都摊开在院子里晾晒，注意通风，不能捂坏了。好嘞，周连长。食品厂的钱厂长早就翘首以盼了。周连长，你可真是我的及时雨啊！车间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改造好了，就等你的原料下锅了。钱厂长，费心了。应该的，咱们今天就开工，争取3天内让第1批西山红出厂。周其年全程在场监督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。这味道不对，配方和流程都是按你给的来的。厂长，咱们厂的设备就这样，做正有错还行，做这玩意儿会不会是火候的问题？不是火候，问题出在2个地方。第一，粉碎的不够细，辣椒的香味和辣味需要充分的破壁才能释放出来，这机器只是简单的切割，效果差远了。第二，搅拌不均，你看这酱料里豆豉和蒜末还结着块，各种原料没有充分融合，味道自然就散了。那可怎么办？这机器都是老古董，也改不了。办法倒是有，咱们厂里有没有废旧的石磨？有的，仓库里有几盘。太好了，把石磨搬出来，清洗干净，以后辣椒粉碎后再用石磨过一遍，进行2次研磨，这样出来的辣椒粉绝对够细。至于搅拌，把桨叶改一下，原来的桨叶太短，转速也慢，
加长桨叶，再焊上几圈铁丝网，这样就能形成涡流，让酱料在桶里翻滚起来，保证搅得比谁都匀。周连长，您太厉害了！3天后，供销社最显眼的位置悄然出现了一批新货。同志，这是啥新东西？咱们现食品厂新出的西山红辣椒酱，拌面条加馒头炒菜，香得很。辣椒酱那得多辣！就是吃了怕上火。就在这时，周其年带着王丽端着馒头和面条出现在了供销社门口。乡亲们，食品厂搞活动，新产品西山红辣椒酱免费品尝嘞！大哥，你尝尝，真的太好吃了，给我来1瓶。我也要1瓶，给我来2瓶。我也要5瓶。不到1个小时，柜台上辣椒酱就被抢购一空。消息像风传回了河泉村。天哪，咱们的辣椒成斤疙瘩了！以后咱们是不是都能顿顿吃白面馒头了？这都多亏了周连长啊！上河村的生产队长赵老四听说了西山红的火爆，就动了歪心思。不就是个破辣椒酱吗？我们只要把他们的方子弄过来，就不怕挣不到钱。小声点！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3个黑影鬼鬼祟祟地摸进了河泉村。二牛哥，你看那是什么？他逼的有贼！二牛立刻按照周其年教的吹响了的哨子。不好，被发现了，快跑！站住！王伟带着民兵3下5除2，就将他们按倒在地，用麻绳捆了个结结实实。说吧，谁派你们来的？来干什么？嘴还挺硬，我这人没什么耐心，我只数3声，3声之后你们不说，我只能动手了。看看你们的骨头是不是也跟嘴一样硬。3、2。我说，我们是上河村的，是赵老四队长派我们来偷你们的辣椒酱方子。很好，王磊把他们带到牛棚里关起来，找人看好。周连长，就这么算了，撤吧。明天一早集合民兵，我们去拜访一下这位赵队长，教教他什么叫规矩。第2日天刚亮，河泉村的空地上已经站满了人。齐年哥，你们要注意安全。放心吧，我们不是去打架的，是去讲道理的。上河村的村民看到一支队伍从村口跑进来时，都愣住了。这是哪个单位的？来咱们村拉猎吗？不像啦，看穿着倒像是民兵。是河泉村的，我看到王磊了。赵老四正在办公室，听到外面的喧哗，皱着眉走了出来。这不是河泉村的周连长吗？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赵老四一边说着，一边就要上前解绳子。这是干什么呀？他们几个是不是惹到您了？您放心，我一定好好教训他们。人我可以交给你，但是有些道理，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当着上河村所有人讲清楚。对，乡亲们，我是河泉村的民兵连长，我今天来不是来找茬的，是来讨公道的。我问你们，你们昨天晚上为什么要去我们河泉村？是谁派你们去的？想去干什么？是赵队长派我们去偷你们的辣椒酱方子，还要挖你们的辣椒苗。你们放屁！我什么时候让你们干过这种事？肯定是你们自己手脚不干净，现在还想诬陷我。赵队长，看来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。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那是河泉村和食品厂签订的联营合同，上面盖着国营大厂公章。我们西山红是县里挂了号的试点项目，你派人偷是在破坏县里的试点工程，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角。我今天可以把他们3个连同你这个主谋一起扭送到公社。赵队长，你这屁股底下的位置还坐得稳吗？周连长是我糊涂，我给您和河泉村的乡亲们赔罪。怎么赔？我这人不喜欢把事情做绝，但规矩必须立下。第一，你赵老四当着你们全村人的面向我们河泉村公开道歉。第2，你们派人踩坏了我们的辣椒地，这笔损失要赔，我也不多要。你们村出50个壮劳力去我们村的辣椒地里义务劳动3天。第3，从今往后，你们上河村的人要是再敢踏进我们河泉村的地界，就别怪我不讲情面。是，周连长您说的对，我们一定照办。我们走。当周其年带着队伍回到村口时，太阳已经升得老高。都解决了，晴雪，等辣椒地里的活忙完，咱们就把酒席办了吧。我想让全村人都知道，你是我周其年明媒正娶的媳妇。好，都听你的。这可是咱们村头一桩大喜事，必须好好操办。没错，连长家的事就是咱们大家伙儿的事。晴雪，今天你跟我一起去县城，看上什么就买什么。齐年哥，不用买，我什么都不缺。傻丫头，这是给你办嫁妆的，一辈子就这一次，不能省。钱没了可以在这，听话。
几天后，酒席的日子到了。天哪，这是晴雪丫头吗？也太好看了吧！从今往后，周其年和苏晴雪就是我们河泉村堂堂正正的夫妻了。下面让我们周连长说2句。我周其年以前是个混蛋，在我最落魄的时候，苏晴雪不嫌弃我，愿意嫁给我。今天我当着全村父老乡亲的面立个誓，从今往后，我周其年会用这条命爱她，不让她受半点委屈。开席。夜深，宾客散去。今天累坏了吧？不累，我很高兴。晴雪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周其年真正的妻子了。这个家会越来越好的。婚礼喧嚣后，周其年将全村人召集到村委会大院里。乡亲们，这是我们西山红挣回来的第一笔钱，这笔钱是大家伙儿辛辛苦苦用汗水换来的，怎么花，大家伙儿说了算。周其年将自己的分配方案披了出来。我们可以拿出500块钱，成立村集体公积金，这笔钱以后村里有突发情况都可以从这里面支取，剩下的钱我们要用来扩大再生产。我提议用这笔钱为我们生产队买1台拖拉机。我的乖乖，买拖拉机那铁疙瘩可金贵着呢，1台得上1000块吧？有了那铁牛，咱们开荒不就省老鼻子劲了？1台拖拉机不够，我们的目标是要把河泉村全都种上我们的西山红辣椒，到时候别说1台拖拉机，10台我们都买得起。这番豪言壮语彻底点燃了所有人的热情。我们都听周连长的，连长说咋干，咱们就咋干。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，要扩大生产，就需要更多的土地。就在周其年思索对策时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来到了河泉村。周启年同志，久闻大名啊，我是被西山红的成功吸引来的。李主任过奖了，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。周连长，我是带着任务来的。你们西山红的模式，县里和公社都非常重视，认为这是盘活农村经济的一个好路子，希望能够在全公社推广。李主任，我们河泉村坚决拥护公社的决定，也愿意为兄弟村庄共同致富，但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。西山红是我们全村人脱贫致富的命根子，现在市场刚刚打开，根基未稳，如果搞同质化竞争，最后只会是价格战，谁都挣不到钱。那依周连长看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的想法是差异化发展，梯度化推进。我们河泉村继续作为西山红品牌的核心原料基地和技术中心，负责把品牌做大做强，打向更广阔的市场。而公社可以支持其他村庄发展别的产业。等我们河泉村富裕了，可以出资、出技术，帮助他们。等大家的产业都发展起来了，再根据市场需求，可以考虑成立一个西山红的子品牌，让其他村也参与进来。至于眼下，我们河泉村要想继续当好这个排头兵，就需要公社的大力支持。我们需要更多的土地。周其年也趁机提出了自己的要求。公社东边那片几百亩的白马坡一直荒着，没人愿意去开垦。我们河泉村愿意接下这个硬骨头，我们不要公社1分钱，只要公社把那块地的使用权划给我们。这个人的眼光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村庄的范畴，他是在为整个公社的经济布局进行规划。周连长，你这个思路太好了，你放心，我回去就立刻向党委汇报。李卫东兴冲冲地走了，带着周其年那份超前的经济发展规划。李卫东的办事效率极高，仅3天红头文件就下来了。500亩土地啊，够我们西山红的产业扩大10倍。我们必须去买拖拉机。当周其年开着一台崭新的东方红拖拉机驶入河泉村时，天哪，这就是铁牛啊，真气派！有了它，500亩地算个啥？周连长，您怎么会开这个？以前跟一个老乡学过几天，还记着呢。想学开拖拉机的过来，学会了以后就是咱们生产队的驾驶员，每个月多记10个公分，外加5毛钱的补助。村民纷纷报名。晚饭后，周其年把送安安去上学的事情告诉了苏晴雪和王建国。上学是好事，可公社的小学离咱们这儿太远了，来回得走2个多小时山路，孩子太受罪。所以我的想法是，我们自己办一个学校，就在咱们村里。你说啥？我们现在有钱了，村委会的旧办公室可以腾出来当教室，桌椅板凳我们自己做。现在就缺一个先生。先生可不好找啊，这年头谁愿意来咱们这穷山沟？哎，我倒是想起个人来，下西村前年分来个知青，听说家里成分不好，那小伙子叫陈默，不爱说话，整天就是看书写字，村里人都当他是个怪人，不怎么待见他。就他了。第二天，周其年没有带任何人，提着西山红和猪肉前往下西村。周其年稍一打听就找到了陈默。你是谁？我叫周其年，河泉村的，听说你学问好，特地来拜访。无功不受禄，东西拿回去吧。我没什么学问，只是一个在这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戴罪之人。
周启年没有理会他的话，而是看向他正在写的纸。你在备课吗？陈默的脸上闪过一丝慌乱，下意识的把纸收起来。别紧张，我今天来是想请你去我们和泉村当一名先生。我们村准备办一个小学，缺一个教书先生。我不在乎你的家庭成分是什么，我只知道知识是无罪的，读书人是应该被尊敬的。我能给你的不多，一间干净的屋子，1日3餐管饱，每个月再给你20块钱和10斤粮食。最重要的是，在我们和泉村，你将得到全村人的尊重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用你脑子里的学问教好我们村里的每一个孩子。陈默彻底被周启年的话给镇住了。周连长，我愿意去。几天后，陈默跟着周启年走进和泉村时，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。陈先生好。安安，快叫陈先生。陈先生好。和泉村小学开学的日子，选在了一个秋高气爽的晴天。开学典礼现在开始，下面欢迎我们和泉村小学的创办人周连长给大家讲几句话。孩子们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是学校。那你们知道来学校是干什么的吗？读书、识字。都对，但今天我想告诉你们，来学校最重要的是学会2样东西。第一，学会看世界。周启年走到那张巨大的世界地图前，这里是我们的国家，有高山，有大河，有许许多多我们没见过的城市。而在这之外，你们的父辈一辈子都生活在这片大山里，他们用汗水和力气养活了你们。但我不希望你们也和他们一样，我希望你们通过读书能看到山外的世界有多精彩，然后把学到的本事带回来建设我们的家乡。第2样要学会的是改变命运。我们穷不是因为我们懒笨，而是因为我们没有知识。你们学会了知识，命运就能掌握在自己手里，而不是靠天吃饭。所以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我们和泉村的希望。就在课堂气氛最热烈的时候，一个不和谐的声音从教室外传来。上什么学？上学能当饭吃吗？我家虎子还得回去帮我喂猪呢。就是，尤其是女娃子，读那么多书有啥用？早晚还不是要嫁人。这位家长，你说的不对，上学短期内是不能当饭吃，但是学会了知识，以后就能天天都吃上饭。我们村为什么能有拖拉机？因为周连长懂技术。我们为什么能做出西山红？因为周连长懂配方，懂经营，这些都是知识。我今天把话放这儿，从今天起，和泉村所有孩子，无论男女，都必须来上学。谁家要是敢不让孩子来，那他家就别想再参与村里的任何分红。张铁，你要是觉得喂猪比你儿子的前途更重要，你现在就可以把他领回去。不过我提醒你，以后村里的好事可就轮不到你们家了。一场小小的风波就这么被化解了。哥哥，嫂子，你们看，这是我写的，陈先生夸我写得好呢。我们安安真棒。周连长，大喜事了！省供销总社来电报了，他们尝了我们送去的样品，赞不绝口，直接下了一个大订单。他们要5000瓶西山红，而且省社的领导还说了，如果市场反响好，以后每个月都要这个数，甚至更多。我们这是要发大财了。巨大的喜悦过后，周启年却迅速冷静了下来。5000瓶辣椒酱需要数万斤的辣椒，而白马坡的土地才开垦出来，离丰收还早。光靠村里原有的那点土地产量，根本就是杯水车薪。更重要的是，树大招风。果然，麻烦比预想中来得更快。有辆黑色小车在全村人的注视下驶入了和泉村。这位是咱们县新上任的主管农业和工业的常务副县长高明远，高县长。周启年心里咯噔一下，他听刘建军提过这个人，也就是周启年同志吧，年轻有为。当高明远在周家院子里看到那些晾晒的辣椒，眼中闪过一丝贪婪。同志们都辛苦了，和泉村在周启年同志的带领下取得了不小的成绩，这一点县里是肯定的。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，目前这种作坊式的生产模式是落后的，是跟不上时代发展潮流的。尤其是西山红已经被省里看中，它就不再是你们一个村的品牌，而是我们全县的荣誉。村民们听得云里雾里。周启年知道狐狸尾巴露出来了。经过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，为了更好地发展西山红品牌，我们将整合县食品厂和和泉村的资源，成立一个全新的红星食品有限公司。原有的联营合同即刻作废，以后你们种出的辣椒由新公司统一收购。至于配方，周启年同志作为配方的主要贡献者，公司会奖励你500块钱作为技术转让费，同时考虑到你的能力，公司会聘请你担任生产车间的副主任，享受干部待遇。这番话无异于一场公开的掠夺。高县长，这不行，西山红是我们7年带着全村人干出来的，你们不能说拿走就拿走。老王怎么跟高县长说话呢？
王建国同志，注意你的言行，这是县委的决定。你想干什么？对抗组织吗？一顶巨大的帽子扣下来，压得王建国喘不过气。高县长，我能问几个问题吗？说。第一，那500亩地是我们全村人集资买拖拉机，投工投劳开出来的。如果只是作为原料基地，我们前期的投入谁来补偿？第二，西山红的核心不光是配方，更是我们河泉村独有的水土和辣椒品种。到时候牌子砸了，这个责任谁来负？第三，西山红能有今天，靠的是我们全村人上下一心的干劲。高县长，你觉得光靠一纸命令能让土地自己长出辣椒来吗？你这是在威胁组织吗？我不是威胁，我是在陈述事实。我坚决拥护县委的领导，但也请领导能实事求是，尊重我们基层群众的劳动成果。好一个伶牙俐齿！看来你是敬酒不吃，吃罚酒了。县里的决定势在必行，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，是接受安排，还是顽抗到底？你自己掂量清楚。说完，高明远拂袖而去。这可怎么办啊？周其年的大脑在飞速运转，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周其年心中慢慢形成。王叔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安抚好村民的情绪。白马坡的工程不但不能停，还要加快干。高明远那边我来应付，他不是要3天吗？我们就拖他3天。3天之后，我会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。夜色如梦，将河泉村包裹得严严实实。我们真就这么干等着？我这心里7上8下的，没个底。王叔，急也没用，鱼已经上钩了，现在是要收线。周其年没再多解释，朝着村小学的屋子走去。周连长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，还习惯吗？孩子们听不听话？他们都很聪明，尤其是安安。周其年点点头，沉默了片刻。陈默察觉到气氛有些不对。周连长，是不是村里出什么事了？周其年将高明远来村里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。他们怎么可以这样？这是在公然抢劫。没错，是抢劫，而且我顶不住。陈默，我今天来找你，是想跟你赌一把。赌什么？我赌你不只是一个普通的下乡知青。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身上那股书卷气，不是普通人家能养出来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身上有股不服输的傲骨。陈默的身体僵住了，他看着周其年。这几个月，我托公社的刘部长打听过一些你的事，我知道你父亲在省里工作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我需要你给你父亲写一封信。我需要你给你父亲写一封信，信里不要提我们的私人关系，也不要求他为我们出头。你只需要以一个扎根基层的教育工作者的身份，客观地描述我们河泉村是如何自力更生，又是如何集资办学的，然后再写我们现在遇到的困境。就说县里有部分领导要强行收走我们这个成功的试点项目，可能会导致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脱贫样板毁于一旦。你父亲是大领导，他看问题的角度跟我们不一样，他只需要把这封信批转给省纪委就足够了。为了孩子们，为了这个好不容易才有的学校，我写。陈默将信装进信封，郑重地交给周其年。我父亲的秘书叫王振华，你到了省城，想办法联系上他，只要他看到信，我父亲就一定能看到。陈默，谢谢你。王磊和王建国还在那里焦急地踱步。王磊，把拖拉机的油箱加满，我们连夜去省城。王叔，家里就交给你了，无论谁来问，都说我病了，谁也不见，让大家伙别慌，该干啥干啥。放心去吧，家里有我。半小时后，拖拉机的声响打破了深夜的寂静。我需要你给你父亲写一封信。连长，这封信只能把那个高县长给扳倒，能不能扳倒他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让想摘桃子的人知道这桃子有毒。两人步行来到一座气派的大院门口，门口站着卫兵。连长，咱怎么进去啊？不进去，我们在这里等。王秘书每天中午都会出来，到附近的饭馆给首长打包午饭。中午12点刚过，一个中年男人果然从大院里走了出来。就是他。周其年深吸一口气，走了过去。请问是王振华秘书吗？你是？王秘书您好，我叫周其年，是红星公社河泉村的。我受我们村的陈默老师委托，给您送一封紧急的信件。你就是周其年？是我。王振华这才撕开信封，阅读起来。简直是混账！信上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千真万确，我可以用我的人头担保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我马上就向首长汇报。首长眼里最容不得沙子，你们可以先回去，3天之内县里会给你们一个交代。得到这个承诺，周其年悬着的心终于落回了肚子里。连长，你真是神了，就这么几句话就把省里的大官给说动了。不是我说动了他，是道理说动了他。